各位朋友啊，互联网时代啊，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啊。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在全球是最顶尖的、最先进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呢是全球这些国家里边最有效的，而且是最经济的一种反腐方式的情况下，中国青岛我估計現在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晚上都睡不着覺了，半夜裡起來都得對着天花板罵街呀，這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呀。大家都知道啊，青島作為一個全國的一個著名的旅遊城市，這兩年可沒少出事兒啊。你比如說崂山的那個陸虎姐罵那個退伍軍人，青島的這個天價大蝦，現在又出來了一個拍照門，一個女子拍照被青島的一個二逼大哥這個追着罵啊，說這個事兒現在全國中國啊，全國各地都在集體的嘲笑青島。青島市政府的天都塌了，這不僅是文旅的，青島文旅我估計那個負責人這次都得下崗啊！真的，這個事兒太嚴重了。這兩年青島文旅好像是吭哧癟肚的，剛剛把以前的那些負面的那些影響剛剛讓大家淡漠，現在這一下這二逼大哥一下就把青島的這些主要的這些部門的領導全都又推到了火架子上架着烤啊。這二逼大哥這回是徹底的完蛋了，我告訴你啊，至少是一個尋釁滋事。再往嚴重了說，朋友們，那不是社死的問題了，查出問題來沒準都得給這家當做他媽的當地的全國為期1年的打黑除惡的典型給斃了，這都有可能的。你不是你說的也太誇張了，因為我看我的這個粉絲給我留言說，浩哥啊，你說的那個什麼資產管理公司的法人啊，就他這個二逼樣，他能他娘的管金融嗎？他長得18代跟金融就沒關係，他只能是做那種催收的放高利貸的那種灰色的所謂的那個中國的那些生意，所以這個家伙就是個黑社會。二逼大哥沒準都得給斃了。朋友們看看啊，全國各地的中央媒體包括地方媒體現在是一股腦的在罵青島。最近啊，網絡上流傳一段視頻引發了關注。視頻中，一名女子在青島市崂山區海之戀公園被一名男子辱罵。8月20號，崂山警方發布通報，已立案開展全面調查，違法行為人已到案。根據媒體的報道呢，這名女子是從外地到青島旅遊的遊客。相關視頻曝光以後，引發了網友的廣泛討論，更引發了不少人對外出旅遊的擔憂。旅遊是人們奔赴遠方的一種信任，吸引人的也許是風景，但留住人的一定是溫度。或許硬件設施、景區建設、風景名勝這些硬條件是吸引遊客來不來的基礎，但能否在這座城市獲得一份安心和尊重，是決定遊客下次還來不來的關鍵。一座城市的溫度體現在如何對待陌生人，比起升級景區、拓寬道路，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以客為尊的觀念，不是刻意討好，而是發自內心的包容，不是事後補救，而是事前的守護。風景是城市的容顏，溫度才是城市的靈魂。一座旅遊城市的競爭力從來不只是靠多精美的宣傳片、多宏大的景區規模，真正讓遊客銘記的是遇到問題時解決問題的態度和方法，是身處異鄉時感受到被善待、被尊重，這才是一座旅遊城市最該守住的面子，也是最值得積累的裡子。只是不想跟陌生人搭話，一女生在青島旅遊拍照，竟然被大聲怒斥，甚至自己說要跪下求原諒。
青島警方最新通報，涉事男子已经到案，全面调查正在进行当中。8月4号，在青岛的海之恋公园，一位女孩正常拍照，被陌生男子搭话，女孩礼貌的拒绝之后，对方竟以“你影响我跑步”为由贴身围堵，当众辱骂了整整6分鐘。女孩被吓得连连道歉，甚至卑微地说：“我给你跪下行吗？”对方依然是不依不饶，還主動報警。有媒體稱，當時民警到場之後僅口頭告知女孩該男子精神方面存在問題，勸她別計較，未做筆錄，未處罰。但口頭說有精神問題，不等於法律上可以免責。是否有精神疾病史，需要得到相關部門的精確調查結果後才有定論。倘若精神疾病屬實，那麼其監護人更要嚴加看管；倘若並不屬實，那麼女孩無疑更是無辜的一方。寬敞的棧道被男子說成了擋路。視頻畫面裡我們看到棧道十分開闊，女孩安安靜靜的拍照，看起來不存在阻礙通行的情況。目前青島崂山警方已經立案，涉事男子也已經到案。在最終通報出來之前，咱們不妄下結論但必須守住底線。精神異常可以同情，但絕不能成為違法的擋箭牌。公共空間裡，任何人都有拒絕搭訕的權利。面對這種突發糾纏，女孩優先保全自身，往人多的地方走。其實這個應對很明智大家遇到類似情況，一定要第一時間錄音錄像，果斷報警，並要求做筆錄，別讓一時的隱忍變成對方得寸進尺的籌碼。青島海之戀公園男子辱罵遊客事件，經警方立案調查之後，引發廣泛熱議。這起普通的遊園衝突，絕非是簡單的人際爭執，更暴露出了城市公共空間的文明治理短板，也讓大眾深刻的思考，我們該如何守護公共空間的文明和秩序呢？整場衝突的根源完全是個人無由越界，肆意洩憤。涉事女遊客在公共區域正常的拍照，禮貌回應，分寸得體，全程沒有任何違規失禮行為。反觀涉事男子，僅憑個人主觀好惡，無端挑事。即便對方主動的道歉退讓，依舊當眾惡語辱罵，持續糾纏。園區本無步道禁拍規定，所謂的阻礙通行，只是他宣洩個人劣氣的借口。這種侵擾他人、漠視規則的行為，是典型的公共文明失範。恪守言行邊界是公共文明的立身之本。公園、濱海步道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資源，沒有人可以凌駕公共規則之上，憑一己私欲、私設規矩苛責他人。人們享受遊園觀景權利的同時，也理應約束自身的言行，收斂情緒戾氣，彼此尊重，互不侵擾，是公共場景最基本的相處準則，也是守護公共秩序的第一道防線。公共秩序的維繫，既要個體自覺，更要法治剛性兜底。日常糾紛當中，不少人習慣勸說受害者息事寧人，但是面對蓄意尋釁、惡意辱罵的行為，無底線退讓只會縱容亂象，讓守法者向違法行為妥協，難免會形成法向不法讓步的扭曲認知，消解法律和規則的公信力。言語霸凌、無端滋擾，雖沒有肢體傷害，卻嚴重地破壞公共氛圍，消磨公眾出遊安全感。警方此次立案，摒棄了和稀泥式的調解，用依法懲戒守住公共秩序的底線。公共文明沒有旁觀者，也不存在單向約束。無論是市民還是遊客，身處公共場景便是秩序的參與者和守護者。每個人的細微言行都拼湊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守護公共空間文明，需要自律和法治雙向發力。大眾自覺守戒，心存敬畏；執法部門依規履職，從嚴懲戒，杜絕無原則包容退讓，剛柔並濟，才能夠遏制公共空間任性失範的亂象，讓每一處城市公共場景都成為安穩舒心、文明有序的休憩之地。近日，有網友發布視頻顯示，一名女遊客在山東青島海之戀公園旅遊拍照時，被一名跑步男子大罵6分鐘。8月20號，當地警方發布通報，已立案開展全面調查。對於這個話題，我們的平師妹也有話說，來，我們聽聽她的觀點。什麼叫影響你拍照？我在這跑步，你是影響我，趕緊道歉。對不起。你敢信一名女遊客在青島海之戀公園逛着公園拍着照呢，就因為婉拒了陌生男子的搭訕，被那個人當眾辱罵、圍堵、糾纏，持續了6分鐘，對當事人來說太窒息了。8月20號，崂山公安發布通報稱，已立案調查，違法行為人已到案，後續將依法處置。通報語言很簡短，網友們的憤怒卻久久不能消散，因為這不是一起簡單的糾紛，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言語霸凌，是公眾場合之中的當眾發難。它戳中了普通人的安全感焦慮，觸碰了公眾對公共安全、個人邊界與城市文明的底線認知。依法處置是必須的，這是一起典型的公共秩序違法行為。根據新版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追逐、攔截、無故侵擾他人、公然侮辱他人，均屬於尋釁滋事行為，可依法處以拘留、罰款。
若情節嚴重，造成惡劣影響，還可能觸及侮辱罪，承擔更嚴厲的法律責任。法律的底線清晰明確，依法處理違法者沒毛病。嚴肅處理也是必要的，畢竟事情是發生在公園啊，那可是全民的公共休閒空間，本該是放鬆遊覽的場合。人家女遊客正常遊玩，只是拒絕不合理搭訕，守住了個人社交邊界而已，憑什麼要無端承受長時間的言語羞辱和精神壓迫呢？網友的憤怒不是過度敏感，而是人人自危的共情。公眾場合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該因為一次禮貌拒絕就被肆意踐踏。守住當事人的權益，就是守護所有人的公共安全感。這起事件也為城市文明治理敲響了警鐘。一座城市的魅力從來不止於山海風光、網紅景點，更在於有序的公共秩序、包容的人文環境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當眾辱罵、惡意糾纏的行為，不僅傷害了當事人，更破壞了城市文明與口碑。希望在簡短的通報之後，當地能夠釐清全部事實，讓違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同時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給出道歉追責的明確答案，以此來守住公共空間的文明底線，還有廣大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青島男子辱罵拍照女遊客，民眾可以選擇幸福者退讓，但法治卻不能因此退半步。近日，青島海之戀公園男子無端圍堵、辱罵、糾纏正常拍照女遊客一事引發全網熱議。為什麼違規占道？我求你了，放過你！不是求你了，不是放過你，我今天不可能放過你。為避免衝突升級，當事女遊客選擇一再忍讓、反覆致歉，但公眾認可讓一步平安一分的處事原則，不代表要縱容挑事者的有恃無恐、全身而退。據大風新聞報道，男子到案後自述精神有問題，但其在事件中言行邏輯清晰，事後又高調發聲，與其自稱的精神狀態明顯不符。個案處置的導向也關乎一座城市公共空間的安全感。公共秩序的穩定不該建立在守法者面對挑釁的一味忍讓之上，反而離不開嚴格執法、依規追責來守護。青島市文旅局已經作出回應，明確公園步道並未禁止遊客拍照，打破了涉事男子認為女子拍照占道的尋釁借口。8月20號，青島嶗山公安發布通報，該案已經立案開展全面調查，違法行為人已到案。我們期待警方秉公依法辦理，給出經得起審視的處理結果，讓違法者承擔相應代價，真正守護好每一位市民遊客在公共空間的安全感。你看人家，你看你什么素质？你什么素质？整整6分鐘，一名26歲的女孩在公園裡，因為婉拒陌生男子搭訕相機，被持續辱罵圍堵，甚至被逼下跪道歉。而更讓人後背發涼的是，現場民警趕到後的處置，勸女孩不要計較，稱對方精神有問題，就此了事。如果這段視頻沒有在網絡上發酵，這起事件是不是就這樣消失了？8月20日，嶗山警方發布通報，高度重視，立案調查，違法行為人已到案，從精神有問題了事到依法處理。這個糾偏來得不算早，但好歹沒有缺席。我們要說的是，精神疾病不是違法行為的免罪金牌。如果行為人確實患有精神疾病，那麼該做的是依法進行精神鑑定和責任能力評估，該處罰處罰，該送醫送醫，而不是把精神有問題當作平息矛盾的口頭禪，把受害者的合法權益一筆勾銷。更值得反思的是那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執法邏輯。面對一個被圍堵、被逼下跪的年輕女性，執法者最該做的是第一時間制止暴力，固定證據，明確告訴她你不用怕，法律站在你這邊，而不是讓她算了這2個字對施暴者是縱容，對受害者是2次傷害。我們理解基層警務的複雜，但法治的剛性恰恰體現在面對難纏的人、麻煩的事實，依然敢於亮明規矩。青島警方的立案是對輿論關切的回應，更是對法治底線的重申。希望後續處理能給受害者一個交代，給公眾一個心安。公共場所的安全感需要法治托底，別讓任何一位女性在說不之後還要用下跪來換取安寧。青島文旅關閉評論區，堵得住留言，堵不住追問。據報道，海之戀公園遊客遭辱罵事件發酵後，大量的網友湧向青島文旅官方賬號，期待得到回應，看見處置進展。等來的卻是評論區關閉。一樁本屬於個體衝突的糾紛，卻因為這一記鴕鳥式操作，直接升級為城市文旅形象的輿情風波。網友湧入評論區，更多的是想表達普通遊客的擔憂。關閉評論區看似省去了直面輿論的麻煩，卻把公眾合理的關切擋在門外，也容易讓大眾讀出別樣信號。是不是不願正視問題，想冷處理、淡化事態？即便事件根源是個別市民的不當言行，但回避回應的處置方式反而放大了負面聯想，把小矛盾演變成信任裂痕。遊客嫉妒的不只是一次現場衝突，
更是事發之後官方對待訴求的姿態。開放評論不等於放任網絡戾氣，面對極端謾罵、惡意網暴，平台管理適度管控無可厚非，但對合理疑問及時答復，對不實言論澄清辟謠，才是成熟的輿情應對。簡單一關了之，本質上是舆情處置能力的偷懶，是捂蓋子思維的復刻。網絡評論區可以被關閉，但公众心理的評論區永遠開放。管理賬號既要會推介山河湖海，更要學會接住大众的批評與疑問，聽得进不同的声音，才守得住城市的金字招牌。青岛市的主要領導看到這些東西，那肺不都得氣炸了啊！你這二逼大哥，你說能饒得了他嗎？你他媽神經病啊！你就是18代精神病，我也得把你那18代祖宗从棺材裡挖出來，再給枪毙一遍。精神病管个什麼用啊？而且看到了嗎？看这是哪兒？這是南方網評啊！南方網評直接就說，拉黑關評不是應對輿情，而是掩耳盜鈴。青島文旅關閉了評論區，青島文旅的領導下課了。南方日報系的這是啊，這是哪兒啊？行動新聞啊，這也是一個官方媒體，說青島文旅關閉評論啊，12345便民熱線說會把記者的問題轉至相關部門啊。青島文旅這會兒被罵的關評論啊，這領導也待不住了，這二逼大哥把這青島文旅的領導送走了。澎湃新聞啊，澎湃新聞的馬尚平專門發了一篇社論，說這個事兒青島政府看你們的了，你們如果是用精神病把這個二逼大哥給放了的話啊，你們就是自己就是精神病。各位看完了這些，你認為這二逼大哥，我覺得他不是射死的問題，可能是被弄死的問題了，你們同意嗎？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啊，朋友們，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